欢迎来到真工坊小学堂古筝知识篇13，如何开箱并安装一台古筝。当你无法到实体店面购买古筝，只能从网络订购时，这个视频将教会你如何安装古筝。因为需要长途的物流运送，为了避免碰撞而造成的毁损，通常会把针柱先卸下来另外包装，避免伤害到面板。厂家一般也会附赠一张古筝琴码的示意图，方便初学者可以自行依照刻度来排列针柱。但是若完全依照示意图来安装的话，针柱排列的整体距离较长，间隔也比较大，琴弦的张力大，琴弦就比较硬，也比较紧，这样不容易弹奏与按音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其实不太友善，也会很害怕在调音的时候把琴弦转断。因此建议初学者先将针柱的整体距离靠右浓缩，这样调整出来的琴弦会比较柔软，也好按一些。如果想要更详细的知道如何排列古筝的针柱，欢迎点选上方的连结，回去看看这一支影片哦。那么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跟着视频把针柱安装完成吧。首先我们先抓一个手掌宽的距离，然后放上第一个针柱，右手拉弦，左手拿住。再来我们依照顺序放第二个针柱，一样右手拉弦，左手拿住。因为哆和拉的中间需要预留一个 C 的位置，这个间隔要预留可以放入一个针柱的宽度，方便未来可以直接移动针柱来快速转调。再来我们放第三个针柱，前面已经安装了2条弦，如果继续从同一个方向安装针柱的话，手不容易伸进去，非常容易卡住，针柱的脚也容易刮伤到面板，所以我们换从另外一个方向来安装。一样用右手拉弦，左手拿住的方式，这边特别注意不要让针柱的脚去划伤面板，所以右手要把弦拉高一点，这样针柱才比较有空间可以调整和移动。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去管音准还是不准，我们先一口气把针柱完全排列完成之后，再来调音就好咯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在安装针柱的时候，要随时遵守针柱的排列规则，然后一边调整针柱的间隔与距离，呈现保持向左延伸斜斜的一条直线。针柱与针柱之间的间隔也会从高音到低音逐渐变宽。经过仔细的调整之后，针柱的排列看起来就会显得整齐又美观哦。好的，我们接着来学如何用转轴调音。假设我们要调第5弦，应该是1，但是现在只有 D， 很明显是太低了，需要转紧调高。先找到对应的转轴，然后把调音棒卡进去，往前转紧是变高，往后放松是变低。目前是在低偏高的位置，但是我们需要的其实是1，所以继续往前转紧，一直到萤幕显示为1为止。那我们往后放松降回低，再操作一次。目前是在低，往前转紧到超过低，然后继续转紧，然后到达1。当指针在中间，萤幕变绿色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来学习移柱调音。假设要移动高音瑞的针柱，先将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由高音咪的缝隙插入，然后左手也是一样。那我们再看一次，食指和中指在针柱的左侧，大指在右侧，3指捏着针柱，右手再把弦拉起来，这样就能很安全的移动针柱来调音了。那么第5弦应该是1，但是现在只有 D， 所以要把针柱向右移，然后把声音变高。当显示为1，指针在中间变绿色时就可以了。那记住几个重点：针柱向右，声音会变高；针柱向左，声音则会变低。
最后两边的弦记得再按一按，平衡针柱两边弦的张力，这样音准也会比较稳定。补充一个小秘密，在把琴弦转紧之前，我习惯先把弦放下针柱，然后用左手3指捏着针柱，用以固定位置。右手再用调音棒把弦转紧之后，把弦放回针柱的上面。这样来回的操作其实有一点麻烦。但是呢，我不太喜欢在转紧琴弦的时候那种恐怖的感觉，所以我宁可来回的操作个几次。那其实这样的琴弦，它的张力也会比较平衡，那调出来的音准相对的也会比较的稳定。那最后记得两边的弦再稍微按一按，可以平衡一下两边的张力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就让我自己默默的把音都调完吧。你应该不会想要看这么久的，对吧？好的，那我们下次见。